我们该如何创造出这样一套语音文字来描述所有的语音呢？拨开世间万象，解密背后真实。大家好，我是野生 AI 产品。上一节呢，我们了解到了文字不足以描述出语音的全部信息，要想语音到语音，又会面临两个难题。第一个是声音的数据量巨大，它会占用很大的计算资源。第二个呢是语音本身识别就有一些模糊性，那如果全部传的话，就会出现巨大的无效信息。因此，我们是需要找一种新的方案，能精准的把语音中真正有效的信息给它提取出来，同时压缩掉无效的数据。也就是说，我们需要创造一种全新的语音文字来更好的描述语音。这种语音文字呢，就必须满足以下两个条件。第一个呢，它能完整记录语音中人类可识别的全部语音信息，包括了语义啊，就是我们说的文字、音色啊、情绪啊、语气啊等等细节。第二个呢，是语音文字这些符号必须是有限可穷举，就像自然语言中汉字和英文，它最基本的单词文字的数量是有限的，我们要通过这个有限的符号去表达无限多的语音内容。假设1秒的语音内容是50个语音字符，那么10秒的语音内容就是500个语音字符。为什么语音必须是有限个符号？这里先卖个关子，后面讲到具体的技术细节的时候再来详细说。有了这一套语音文字之后，一段语音就可以无损失的表达为语音文字符号，就像图中的 UP 主讲的真好，这段语音就被转成了许多语音符号组成的句子。这些符号不仅表示了具体的文字信息，还完整的保留了说话人的音调、语气等详细的细节。和文字的 token 一样，所有可能的语音字符就组成了一本语音字典。具体解释这个字典中每个语音字符的含义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人类语言中就缺乏对声音细节描述的词汇。但因为语义它本身就是语音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某一些语音字符它很有可能就直接对应了特定的文字语义，比如某个字符代表树，某个字符代表番茄，某个字符代表了钟表。到这里问题就变成了我们该如何创造出这样一套语音文字来描述所有的语音呢？创造一个全新的语音文字，想想就很难了。语音有那么多的特征，包括了频率、振幅、环境噪声、音色、情绪、语气等等，这每一个要素之间还互相有复杂的关联，但也不用被吓到，这个就和大模型总结语言的规律面对的情况是一样的嘛。语音肯定是有规律的，并且是可以穷举，比如手机里的扬声器和音乐软件已经能精准的用数字信号完整表达出声音来了。音乐现场的音乐我们没有在现场，现在也能听到。我们现在要做的只是找到一种更适合神经网络处理的语音表达方式。如果没有神经网络这个限制，其实直接用手机中的数字信号记录就行了。人总结不出来这样的语音文字，那就让神经网络来做，用神经网络来创造全新的语音文字就行了。这个神经网络的输入是语音，输出就是我们想要的语音文字。但这里有个难题，就是我们在这个神经网络训练好之前，是根本不知道这个最终生成的语音文字长什么样的，也就是我们不知道正确答案。那在不知道正确答案的情况下，我们怎么来训练神经网络？像这种情况就要用到一个经典的神经网络结构了， Autoencode 自编码器。这个结构一定要记住，在神经网络中是一种非常经典的结构，无数在我们不知道正确答案的场景都会用它来解决问题。 Autoencode 自编码器的核心思想非常简单，我们不知道输出，但我们知道输入啊，把输出的语音文字再接到一个神经网络 R 上作为它的输入，要求神经网络 R 再还原出输入来，这两个神经网络一起训练，输入语音经过神经网络1变成中间状态，也就是我们想要的语音文字，再经过神经网络 R 又还原成输入的语音。通过这样的方式，任何一句语音都可以作为训练数据，我们无需提前知道它具体的中间状态的这个语音字符是长什么样。这样第一个神经网络又被叫做 encode 编码器，它负责的是把输入信号变成想要的中间状态，在这里也就是语音文字。第二个神经网络又叫做 decode 解码器，负责把中间状态也就是语音文字还原成原来的输入。整体流程就是原始的语音先经过编码器变成语音文字，再经过解码器又还原成最初的语音，这样的一整个结构就被称作自编码器，一个非常巧妙的解决不知道正确答案应该是什么的方法。那这节的内容就先到这里，想了解更多大模型细节关注一下再走啊！我是野生 AI 产品，陪你一起成长。